江南地区的饮食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令特征。所谓家贫尽为无地有，一年四季卖时薪。最近的时薪就是江南水八仙之首的芡实。这种夏种秋熟的睡莲科植物，果实浑圆，顶端的花萼形似鸡喙，因此也叫鸡头米。它是水八仙中最为名贵的一种。芡实有南北芡之分，无论个头、产量还是口感，南芡都远胜一筹。苏州是南芡最著名的产地，蒋建龙祖辈就在此种植鸡头米。每年处暑过后，这片水塘都会准时迎来鸡头米的采收期，直到霜降前结束，为期2个月。每株鸡头米都有10轮左右的采收。顺着新叶的茎干往下摸索，找到躲在硕大叶片下的鸡头包后，将沉睡的鸡头拉出水面，用竹刀轻轻割开基部，迅速拿下。这一步要特别小心，避免误伤果柄和根系，影响下一轮的发育。新鲜的鸡头米水灵娇嫩，上岸后24小时内要一一包好。如果说水塘是芡农们的战场，那么10几公里之外的封门横街就是苞米大军的舞台。鸡头包的内部结构有点像石榴，掰开厚实的外壳，橙黄的籽粒暴露无遗。而请出鸡头米本尊，还需剥去这层硬壳，古时称为剪鸡头，现在只需戴上这种特制的铁指套，找准壳上的圆心，一掐一掰，圆润的鸡头米就脱壳而出。苞米的力道不能太大，如果划破表面的薄膜，破了浆，品相就差了。真可谓粒粒皆辛苦。新鲜剥出来的鸡头米略带鹅黄，浑圆饱满，淀粉含量很高。中餐常见勾芡之芡粉，其实最初指的就是芡实之粉。烹饪如此鲜嫩之物，清炒是最合适的。鸡头米、青豆先过一遍沸水，搭配手剥的河虾仁，调味只需1小撮盐。无论色相还是风味，清新至极。这个季节，同属水八仙家族的红绫和莲藕当造，与绵韧的鸡头米同炒，堪称3仙齐美。不过，老苏州最爱的鸡头米吃法还属羹食，6分清水，4分米，须得以读秒的方法守着，稍有闪失，就会与最佳口感失之交臂。最后，只给一点桂花酿，些许干桂花，温软清香，粒粒弹牙，是伴随苏州人一生的美物。若是想要在落市后依然能享用到鲜嫩的鸡头米，只需放在水袋冷冻保存即可。解冻后中火沸煮，搭配小火焐烂的赤豆沙，放一些糖渍金桔。虽然风味略减，却是冬日里最好的慰藉了。最是江南秋8月，鸡头米赛傍珠圆。对于贪恋时鲜的苏州人来说，
鸡头米就是严守岁时的生物钟。似乎只有紧紧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美味，才不会乱了时间的阵脚，心绪的节奏。